真的是圣神之子回来了吗？天渊域的众长老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年天元界最强的圣神已经带给了他们可怕的噩梦，如今这位圣神之子卷土重来，天元界恐怕必定会去完成圣神未完成的事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恐怕天元界将不会那么平静了。不是说圣神之子被你们3位击杀了吗？怎么还活着？大殿中，其中几位长老有些好奇，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虽然他们的资历在天元界也是很高，不乏也有忘记的事情。这个事情很简单，因为圣神之子的确被他们3人所击败，但这只是击败，因为他们3人所对面战斗的不是普通强者，而是先天神灵。这些先天神灵有着奇特的力量，那就是不会被彻底的抹杀，就算是元尊出手，也得需要花费10年的时间才能将其抹杀。纳入神列之后，剑神对于大宙中的事情也渐渐的有所了解。这些先天神灵不是人类一般，他们一诞生就是神灵，拥有序列神之力的神圣存在，能够真正击杀这些先天神灵，唯有祖龙的力量，也就是第一序列的神之力。所以元尊之所以能够抹杀圣神意志，就是有着第一序列神之力。而萧炎、灵动、沐尘3人联手对抗圣神之子，只能是击败了这些先天神灵的肉身而已。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这些神灵就会自动回到他们所诞生的世界中。而圣神之子回来的自己故乡的世界，正是剑神和青神感应到邪魔之气的那时候。只是那时候，他们2人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会是圣神之子。所以这一次新天中的事件，正是让他们得出了这个结论。听完剑神的解释，众长老们也是一脸恍然大悟。不过旋即，他们个个的脸上都浮现一抹凝重之色。看来新天中的那邪灵之物正是圣神之子，无疑了。难怪会如此疯狂的想要占据新天之地。专竹大尊也开口道：“如今专竹的实力都已经达到准神境，可是，在面对当时的那道黑气的时候，竟都被硬生生的击退。现在想来也正常不过了。而且新天中的神灵峰被毁灭大半，原本感应到的神元之气竟然凭空消失不见。本想者这一次借助神元之气纳入神列，成为一位神祇，但是最后却发现神灵峰的神元之气早已不见，恐怕也是那位圣神之子所为。作为先天神灵，在某些时候可以融于世界的一部分，甚至可以吸收世界中的其他能量本源。当年圣神就是想要获得祖龙的力量，开始计划侵略那5天各大势势力，差一点整个5天都毁在圣神的手里。因为那道黑气可是拥有第2序列之力的圣神之子，就连4大古神联手都奈何不了。要不是萧炎的幻虚神火刚好可以克制这些先天神灵，恐怕这次可算是天元界中出现最为棘手的事情了。这次多亏萧炎小友出手帮助啊！苍渊的目光又是极为欣赏的看着萧炎方向，他可是当年元尊的师傅，不管从哪方面来评价，都是极其的完美，不然也不会培养出元尊这样的人物了。萧炎微微笑道：“这一次能够靠着我体内的神火化险为夷，对方来的也只是一道邪灵之气所化之物。如果是本尊的话，恐怕我也无法将其击败了。”众人一听，也是微微的点了点头。萧炎所说的也没有错，虽然萧炎的体内的神火很强大，但是目前还没有真正的炼化，碰上那邪灵之气本尊的话，恐怕也不会有着那么摧枯拉朽般的姿态了。虽然这一次度过了一个危机，但是这种危机并没有真正的解除。或许在之后，天元界的那位圣族之子将会对9天进行入侵，到时候才是真正的灭世劫难了。此次会议之后，我将会通知9天各大势力加强戒备。苍渊也知晓事情的严重性，所以必须提前就要做好准备，因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有一位圣族之子卷土重来，将会对我们天元界造成灭世灾劫。当年圣神的实力也无法跨越第1序列，我想这位圣神之子也不会那么容易跨入第1序列。我们也不用担心，虽然我们天元界元尊不在，但是至少我们有了数位第3神，而且祖贴之神的实力恐怕已经迈入第2序列神。所以，就算到时候真的那位圣族之子对我们9天发起进攻，也别想那么轻易的将我们这些第3神必败。专竹身为混元天之中的最强一域域主，他所说的话有着十足的震慑力。见到专竹大尊这样说，原本带着一丝惧意恐慌之色渐渐的消失，取而代之的便是战意。只要众人齐心，不管对方的实力就多么强大，都不会那么而轻易的被打倒。你们3位要不要留在天渊域？这边有着天元界最好的资源，可以供给你们修炼。专竹大尊的目光再度看向萧炎、灵动、沐尘3人，对于这3位的天赋，就算是苍渊也极为的看好。能够击败圣神之子，就已经证明了他们的不凡之处。虽然他们的实力如今还只是最强主宰层次，距离成神的道路还非常的遥远，但是他们非常相信，日后的神列当中有着他们3人的一席之地。既然天渊域的域主邀请他们3位留在这里，萧炎3人也没有拒绝。能够有着让自己变强的资源，就算是萧炎、灵动等人也不会放弃。而且他们也知晓专竹大尊将他们留在天渊域的意思，以他们3人的天赋，假以时日，必定有着更强的实力提升。而且3人主修的乃是大宙之中的神物，其中特别是萧炎的神火，这神火本就是大宙之力所孕育的至强神火，拥有者焚尽万物之能，就算是神灵也会有所忌惮。要是日后真的那位圣神之子卷土重来的话，他们3位也可以算是顶尖战力的一部分。那我们就多谢专竹大尊的照顾了。萧炎、灵动、沐尘3人拱手感谢道。他们自来到天元界之后，这方大界的顶尖强者都对他们非常的照顾，而且很热情。看来元尊的世界的性质与大千世界一样，作为强者往往是守护自己的世界，而不是欺负弱小。所以这一点，萧炎、灵动、沐尘3人对天元界都产生了一丝好感。既然人家都那么有诚意，
把他们当作天元界的一份子。作为感谢，如果天元界真的遇到什么危机，他们三人自然会挺身而出。见到萧炎三人没有拒绝，专诸大尊的脸上浮起一抹笑容来，然后对着下方众人说道：“今日的会议就此结束，大家做好自己接下来的事情，不要落单了。”是。大殿下方的众长老们异口同声，随后数道身影皆是消失在原地。很快，圣神之子卷土重来的消息在一天的时间里传遍天元界的每一处角落，掀起了一场风波。很多人对此恐惧，也有着愤怒，甚至一些人对于圣神之子出现在天元界的消息更是吓晕了过去。这一切的一切，带给他们的都是噩梦一样。当年那一场灭世之战都是历历在目，所以一听到圣神之子的消息，顿时让整个天元界的紧张气氛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你们听说了吗？数万年前的那位圣神所留下来的圣神之子卷土重来了。真的是圣神之子吗？千真万确。如今我们的元尊不在，该如何对抗如此强者的神灵啊？你们也不要惧怕，我们天元界如今也诞生了数位第三神，而且吞噬之神的实力更是比其他几尊之神更加的强大。必定他可是祖贴大人啊！当年圣神的实力也就第二神序列，就算是圣神之子，也不可能踏入第一序列神之位。在非常多的哗然之声中，有的人或许会惧怕那时候的圣神，但是有的人则是一点都不惧怕，甚至更加让一些强者为目标，进行了更强的自身修炼。我记得上一次新天之中，就有者一位拥有神火的黑袍青年，施展出白色火海，直接吞噬了黑色大洪流。而且这位黑袍青年如今在天渊域之中修炼，前几个月他的实力也仅仅只是大主宰巅峰，后已经突破至最强主宰中期。如此可怕的修炼天赋，就算是我们天元界的天子骄子也做不到。你所说的那位黑袍青年，不会是叫萧炎吧？此时一位体型壮硕、皮肤黝黑的中年男子出声道：“对于萧炎的事迹，他到时候有过了解。是的，就是那位连四大古神都没办法对付的洪流之力，是那位萧炎在最后的关键解决了危机。他的名字也被不少人记住，似乎是来自下等级的千元大界。”此话一出，更是有着不少人震惊万分。一些人用不敢置信的语气说道：“什么？还是来自下等级的大界之人？在那么匮乏资源的世界中，都能在天元界脱颖而出，那么此人恐怕已经达到极为恐怖的地步了。”萧炎，不少强者心中暗自默念这两个字，似乎这两字已经成为了他们所修炼的目标了。原本一直持续了数万年的天元界，在今朝再度活跃起来，其中不乏还有一些隐世强者也开始蠢蠢欲动起来。这一切的变化，都是为了准备对抗日后的圣神之子。不知不觉之间，萧炎、林动、沐尘三人在天元域也已经待了1个月的时间。在这1月的时间里，他们三人的确获得诸多的资源，让他们的修为实力更加的稳固起来。此时在天渊域的一处山峰上，这里的元气极其的浓郁和粘稠，是最强主宰强者的修炼最佳之地。越到后面的境界修为想要提高，就需要更多更高密度的粘稠元气来冲击自身的实力。很显然，萧炎三人在此处修炼了1月左右，他们的气息比起之前来说更加的精湛了不少。三人疲惫的身躯躺在草地上，脸皮上冲上满足之感。刚刚他们三人似乎又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比试，结果三人之间没有谁胜谁负，只是他们一心想着变强，才能保护自己身边的重要之人和自己的世界。他们三人平躺者，目光则是投望天际之上，似乎他们在看向自己的千元界方位。虽然看不到，但是心中的那份思念渐渐的涌了上来。出来，千元界已经有着数年的时间，不知道千元界如今怎么样了，自己的妻子孩子如今是否过得开心。一想起这些，眼眸中就有着一股热泪缓缓浮现。这是作为一位父亲对于自己妻子和孩子的思念。就算他们很强大，但是也无法脱离七情六欲所带来感觉，他们也很想回去看一看自己的妻子孩子们。可是既然当初选择离开千元界，历练变得更强，那就是暂时抛下这段思绪，心中那一份坚持的成神之路顿时出现在他们的脑海中。在日后圣神之子如果真的对9天出手入侵，他们3位也必定会加入其中，一起携手天元界众强者抵御圣族之子。想到这里，沐尘顿时起身，既然距离诸天气运之争开启还需要半年多的时间，那么自己就要去寻找能够尽快提升自己修为的资源。而原始法身便是沐尘主修之法，只要找到其他原始法身，那么沐尘的实力必定会有着更高的突破。林动兄，之前不朽之主说过，想要找到其他5座原始法身的位置，需要时间辅佐的力量方可知晓。沐尘说着，竟有一丝兴奋起来，因为在此前古元池中的古老元气淬炼了原始法身后，法身的力量确实有着明显的提升，但是依旧无法真正的激活原始法身的力量。如今刚好还有多余的时间，沐尘就想着在进入诸天气运之争前，能够获得原始法身的线索。闻言，林动和萧炎也从草地里站了起来。林动召唤出黑色的符组，悬浮在其身前，在其上散发出一股玄奥的能量波动，那就是时间之力。你是说，利用时间组符的力量穿越时间轴，回到过去看看在10座原始法身摧毁后的景象吗？沐尘点点头，是的，如今你已经彻底掌握时间组符的力量，应该能够利用时间组符之力带我们回到那个时期。而且我也想看看，在那个时候究竟是何方神圣击碎了10座原始法身。这一番话从沐尘嘴中说出后，萧炎和林动2人的身躯也微微一紧。他们可是见识过沐尘那5座原始法身的可怕力量，在比试的时候，就算施展出地炎和8组琉璃体，也只能达到彼此的制衡。至于想要占取优势，则是非常渺茫。而且这还不是彻底激活原始法身真正的力量下对战。如果真的这一次利用时间组符之力穿越时间轴回到过去的世界中，
他们又会看到什么样的奇异画面呢？在那个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谁也不知道。就算是天元界那些资历最老的存在，恐怕也不知晓那个时期的事情。祖符作为大咒神物之一的存在，自然是与大咒有着一些联系。那些非常之久远时期的事迹，恐怕在如今的世界中知晓的人也是少之又少。那个时期可是比神纪元时期更加的久远，也不知道被称为什么纪元的时期。不过能够借助时间辅佐的力量穿越到那个时间轴线的话，必定又能够知晓一些答案。好，现在我便带你们去看看10座原始法身被摧毁前的那个时期的世界。灵动说完最后一字，周身的世界之力开始疯狂的涌动，直接催动了悬浮在身前的时间祖符。时间祖符开始剧烈的抖动起来，一股玄奥的力量悄然的自其中传荡开去，这就是时间之力。这股力量开始将灵动、萧炎、沐尘三人彻底的笼罩在其中，一黑一白的可怕能量左右上下之间开始变化着。远远看去，这处山峰之巅都显得有些诡异起来。这就是时间之力吗？我感觉自己的肉体和灵魂都似乎受到这股力量的影响。萧炎在第一时间感受到自己全身上下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不仅是萧炎，沐尘和灵动自己本身也受到同样说不出的奇妙之感。我想这就是时间之力的奇特之处吧。既然要穿越时间轴回到过去，我们自身也会受到时间之力的影响。或许只有这种被影响下，我们才能真正的回到以往的时期。灵动则是开始解释的说道，看来对于时间之力的力量掌控，灵动也是越来越熟练了。如果说上一次时间禁锢可以催动3秒钟，那么现在则是可以催动这个招式至少都要30秒的时间。祖符本就是大咒的神物之一，其中的能量可以和大咒产生一些联系，所以就算能够穿越过去，灵动也得要消耗大量的世界之力，不然是无法彻底的将3人一起带到曾经未知的世界中。多带一个人，那么就要多消耗灵动的世界之力。这一次要不是灵动晋升最强主宰，恐怕无法带着萧炎和沐尘2人。就算是如今达到最强主宰，也只能说勉勉强强，刚好有着磅礴的世界之力维持。带着灵动一声低沉之声响起，黑色之色的能量直接射入3人的眉心之处，旋即他们的额头间浮现出时钟的图标，并且还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时钟图案上的时针正在逆时针的快速转动。一股玄奥的力量正在进入他们的体内深处，直接将其灵魂无尽的压缩。不过这种压缩不是痛苦的，因为就算压缩之后，他们的灵魂也都是处于正常状态，依旧能够感受到周围的事物变化。在这股玄奥力量的充斥下，他们3人的灵魂终于被压缩至龙眼大小的一颗星辰一般，开始渐渐地被抽离肉体之中，且从各自的眉心处缓缓掠出，散发出耀眼的光芒。随着灵魂体被抽出之后，萧炎、灵动、沐尘3人的肉体则是依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虽然没有任何的动静，但是在其周围之上，有着非常令人揣摩不同的能量正在保护着他们3人的肉体。不管是圣者境还是准神境强者靠近此地，都无法破开这股玄奥的能量薄膜，所以他们3人的肉体也是非常的安全。在时间之力被彻底激发的时候，在上空处的空间，从四周汇聚而来的时间之力不断的凝聚在了一起。不到片刻时间，这处空间上竟然出现了约莫1米之大的白色光团，然后这白色光团开始化作一道图形，而这个图形依旧是时钟，其中的时针开始滴答滴答的逆时针急速旋转，竟然在这处空间划开了一道黝黑的时间虫洞。时间虫洞内散发出惊人的波动之后，一股吸扯之力直接将原本悬浮在下方的3颗龙眼大小的星辰吸入其中。在这时间虫洞中，没有黑暗，只有望不到边际的一片白茫茫。3颗星辰在时间虫洞中已经超越光速的翻腾，但是在这种速度之下，他们自身是没有任何的感觉的，而且还感觉到自己是静止的状态一般。实则时间虫洞中的速度是比任何速度还要快，就算是方舟的叠空速度也无法与时间虫洞内的这道速度比较。也不知道他们在时间虫洞中翻腾了多久，在他们的灵魂意识中，渐渐的有一道巨大的时钟出现，而且可以清晰的看到这巨大的时钟上有4个时期的纪元世界，也就是说，在如今的世界之前还有3个纪元。他们3人靠着灵魂意识，便是看到时钟的上面刻印的神秘文字：复兴纪元、神纪元、天古纪元，以及一行比较模糊的字体，上面散发出来自非常久远的气息。就在萧炎、灵动、沐尘3人睁大眼眸的时候，令人震撼的4个字体便是映入他们的眼帘之中：鸿猛纪元。在看到这4个震撼无比的字体之后，忽然一道吸扯之力将他们卷入了天古纪元的时间轴线上。这突然起来的一幕，也是让他们知晓，那10座原始法身被摧毁的时间，则是在天古纪元的那个世界时期。在经过时间虫洞中那一系列的穿越之后，无数道时间轴线从他们3人的眼前尽数掠过，很快就来到了天古纪元末尾阶段的时期。而在天古纪元的最后一道时间轴线上散发出无尽毁灭气息，更是令得3人震惊骇然的是，其他时间轴线都是散发出璀璨的光辉，只有这太古纪元最后的时间轴线充满着无尽黑暗的气息。在这个时期阶段，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在他们3人思考的间隙下，时间虫洞开始剧烈的抖动起来，直接将3颗龙眼大小的星辰卷进这充满无尽黑暗气息的时间轴线里。时间的声音再度响起，随后画面一变，这里充斥着无尽的黑暗气息，这些黑暗气息充斥着这方世界之中，甚至已经将整个这方世界笼罩在其中。这方世界上的所有生灵已经被抹除，而且这些黑暗的气息变得越来越浓郁。黑暗气息所过处，直接空间崩塌，虚无的力量直接涌入这方世界。一旦虚无的力量进入世界之中，
那么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会慢慢的毁灭而去。感受到这么如此可怕的黑暗气息，萧炎、林动、沐尘三人的心头都是一颤。这场面也是他们首次见到，比起什么天邪神、天主入侵大千世界和小千世界的时候更加的恐怖，而且两者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因为天邪神和天主所入侵只是一个大界，而这个黑暗气息则是蔓延至大宙中的9界，可以说整个大宙中都被这股黑暗气息所笼罩，任何生灵都无法逃脱，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此时此刻，就算是萧炎、林动、沐尘三人心中也都浮现出无尽的绝望。能够让他们都绝望无比的话，说明这场大宙灾难中的确让任何东西都会毁灭于其中，就算是神奇也是如此。大宙在天古纪元时期竟然收到了如此严重的毁灭灾难，与其说灾难，倒不如说这是神灾。因为萧炎、林动、沐尘他们此时可以看到整个大宙的面貌，其中的9界都是映入他们的眼眸中，而且看得清清楚楚。因为在天古纪元，人类已经全部被黑暗气息所吞噬毁灭，无数生灵皆是无法逃脱噩梦的魔爪，他们都在痛苦和恐惧中死去，就算是序列神也都无济于事。萧炎、林动、沐尘三人看得紧紧地捏紧了拳头，他们的瞳孔之中充满着血丝，眼睁睁地看着大宙9界中的亿万生灵渐渐地陨落，何尝不会难受？画面再度一转，这里更加的死气，更加的令萧炎、林动、沐尘绝望，因为已经有着诸多神奇皆是尽数陨落，那股绝望之气传荡天际。在这些神奇之中，基本都是序列神，而且就算是第一序列神发起进攻，依旧是以卵击石。在这种程度上的战斗，已经是被称为神战。神战的那股画面极为的壮观和激烈，虽然这战斗一般不会见到，但是一旦发生，就是大宙9界毁灭性的神灾。不过虽然大宙9界中的生灵尽数溃败，但是不乏其中有者最强者的出现，一起来抵御那些的黑暗势力。此时在一处世界上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似乎是有者10到万丈高大的身躯散发出金色的璀璨光芒，立于大地之上。这些身躯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令的萧炎、林动、沐尘都头皮发麻，其中特别是沐尘，他的目光直直地望着那10到万丈高大的身躯上，因为他感觉到了极为熟悉的那股原始能量，那就是与自身所修炼的5座原始法身之力极其的相似。而且自己如今的5座原始法身，就算融合召唤出太初世界体，恐怕都没有这10座万丈高大身躯中的任何一座强大。两者相比之下，简直就是小巫见到大巫。沐尘，那10座身躯中有5座，好像与你现在所拥有的原始法身样貌很像啊。萧炎看到了那10座万丈身躯的模样后，出声开口道：但是虽然很像，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才是真正原始法身的力量吧？林动虽然没有修炼过原始法身，但是对于原始法身的力量，则是有着相当明显的认知，因为他们都与沐尘交手过，知晓沐尘所拥有的5座原始法身的力量有多大的厉害强大。可是如今，他们3人则是见到了真正原始法身的力量，在第一时间便是感觉出这每一座万丈身躯所散发出来的那股力量，都足以碾压他们无数遍。而且，虽然他们如今的实力还只是在最强主宰，但是依旧可以隐隐约约地感受到这原始法身中的力量，还有着一股更加神圣无比的能量。这股能量才是原始法身真正力量，只不过目前沐尘所修炼的原始法身还没有将其中的力量彻底的激活开来而已。他们3人在一顿震惊之下后，远处那10座巨大原始法身身躯微微一震，似是感受到一股令这些原始法身都忌惮的黑暗力量。如果顺着10座原始法身的目光所望之处，在那处高空之上，竟然有一道黑暗的虚影悬浮，画面极其的模糊。萧炎、林动、沐尘3人也很难看清楚其真面目，但是仅仅是这道黑暗虚影所散发出来的气息，足以轻易的毁灭一方世界，没有任何的希望可以去抗衡的存在。而随着这道黑暗虚躯的出现后，那10座原始法身开始催动自身强大的原始之力，开始在自己的正前方急速的汇聚出巨大的能量球，每一个巨大能量球之中所散发出来的气息皆是无比的恐怖，而且这股恐怖气息就算是第一序列神都无法有对抗的资本。这每一道的能量皆是每一座原始法身的极致力量，这股波动远远超出了序列神，所以在如此可怕的10道力量轰击下，就算那黑暗虚影非常强大，恐怕也无法接下这来自10座原始法身的联合攻击吧。在沐尘3人那期待的目光之下，他们非常希望这10座原始法身能够彻底的击败那高空上的黑暗虚影。恐怕笼罩整个大宙9界中的那黑暗气息，肯定是这道黑暗虚影所为。所以只要击败这道黑暗虚影，那么整个大宙9界就会恢复以往的光辉。在这万丈高大的10座原始法身将所有的力量凝聚到极致的时候，在他们所处的空间都开始震动起来，犹如这片空架无法承受这么恐怖的力量一般。法神天能，一道极为低沉的声音自10座原始法身上传了出来，旋即在这些原始法身身前的那道能量球直接朝着高空中的那道黑暗虚影冲击而去。能量球散发出原始的金色光芒，在其所过之处驱散了原本笼罩在天际上的那些黑暗气息，而且这10道原始力量更是爆发出令所有神奇都极为忌惮的能量波动。不少躺在地方的重伤后的神奇望者，那极其恐怖的是10道能量球，心中瞬间燃起了一丝希望，因为这10道能量球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之光。随着10座原始法身同时的攻击下，那黑暗虚影也不敢怠慢，因为这是座原始法身的力量已经发动极致的力量。
就算黑暗虚影再强大无比，也要施展出自己的真正力量，才能抗衡这法神天能的正面攻击。天虚归一，一道来自无尽黑暗当中的声音自虚影上发出，然后这道声音落下之后，在黑暗虚影的后方处出现了一道令人感到极度恐惧的暗黑光圈，仿佛能够吞进世间一切事物。所有的力量只要被吞噬之中后，将会被其中那恐怖毁灭般的能量所虚化，所有的一切都会变为零，一切都会回到原点。在这两股极致的力量碰撞之下，那方世界瞬间就被碰撞所散发出来的能量光芒所笼罩，谁也看不清哪一方胜利或者失败，仅仅是双方极致能量的碰撞之下所形成的涟漪波动，便是直接就撕碎了那方世界的空间。同时，世界中充斥着无比可怕的能量余波，所有的生灵只要一旦被这些能量轻微击中，那就必死无疑。诸多神奇皆是望着那处激烈对碰的空间处，眼神开始逐渐的变成凝重之色，他们的心头猛然一颤，一股绝望之意蔓延至全身上下，因为他们清晰的看到那原本不分上下的极致力量。下一秒，那暗黑光圈之中瞬间浮现出10道巨大暗黑的虚手，其上竟散发着不属于大咒中任何本源的力量。这股威能极其的恐怖和绝望，所有大咒中的诸多神奇感受到暗黑虚手边缘的太虚之气，他们的身体不由自主的被同化了一般，身躯开始不听使唤。下一秒，这些神奇的身躯直接原地爆炸，而爆炸之后的那些神元之气直接被暗黑虚手全部吸收。暗黑虚手上开始蔓延出诡异的黑色灵纹，随着这些灵纹的出现，这10道暗黑虚手的力量再度被增强了几分。你们这些大咒的神奇应该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成为暗黑虚手的部分精华。接下来便给你们大咒中带来一件毁灭性的大礼物吧。